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光29岁，来自山西大同，自由职业；小张23岁，来自山西太原，自由职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大男子主义，自以为是，男人真是得到就不知道珍惜。他就是作，每天都活在梦里，跟没长大一样。我一和他说话我就生气，他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他一点小事都无限上升，根本说不通。他什么事儿都自作主张，让他自己一个人过去得了。什么事儿他没跟你商量啊？说说呗。就是我俩不是刚结婚半年嘛，就我真跟他过不下去了。他这人既自私又大男子主义，而且他还不尊重我。他结婚前跟结婚后完全就是两个人，我觉得他就骗婚。我就觉得他小题大做，婚前婚后有些变化很正常，而且结婚之后回归平淡嘛，我不能说老天天的要对你献殷勤去吧，就是百般怠慢，也不是说怠慢，就是心里有就好了嘛。你这个给他抓到漏洞了。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婚前婚后就是两个样子。对，怎么可能一个样子呢？对，你嫁给先生之前是现在这样吗？那温柔多了。哎，对呀，咱们面对正是这个问题啊。就我俩不是刚结婚的时候，他给的彩礼嘛，我家给的嫁妆。我当时心想，两个人肯定要好好过日子，我就把这个钱存到我俩共同账户里边了。以后真的有个啥事儿的话，你支出方便嘛？对。结果呢，我突然发现少了10万块钱，我一下很着急，然后我回去问他，他跟我说他还车贷了，这事儿跟我说都没说。我心想怎么着？那你娶我回来就摆设呗，我就是空气呗。我就纳闷，还车贷又还出事儿来了。我房子、车子、吃饭，这不都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吗？那我这个车是为了结婚买的，又不是我后边自己一个人开，不给他用，两个人一块用的，我还车贷咋了呀？是这事儿没错，但是你不说这事儿是不对的。就是你说上下两嘴皮一磕的事儿这么简单，他不说一下，他有点小题大做，我感觉。我小题大做，我为什么信你不知道吗？他这个人，我跟你讲，每次都屡教不改。这个事儿刚过去没有多长时间，然后接下来又给我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俩结婚肯定要备孕嘛。我心想，你备孕手里肯定要握点钱，我没钱我怎么备孕？我怎么生孩子呢？然后我去银行，我说把这个钱吧，咱去投个理财啥的，到时候明年假如说真生了孩子之后，我起码手里能赚点钱，自己有点安全感。结果我去银行一查，我卡里只有3-4万块钱了。我当时很着急，我心想这个卡是不是被人盗了呀？就是我当时急得都快哭了，结果人家银行跟我说，你这个卡的状态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我回家问他，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人家跟我说，哎呀，人家拿这个钱又去投资去了。我说你怎么我上次跟他吵过一回了，他这次还这个样子，屡教不改就是因为上次那个事儿，所以说我不想再因为钱的事儿跟他有任何这些争吵或啥的。因为我当时做点小生意，就是我觉得可能1周内就能回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没想告诉他，到时候我拿回来就行了。结果中间出点问题，他没有那么及时回来，所以让他知道了，就又拿这个事儿就是逮着我不放，一直给我翻这些，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正常嘛，投个资。又不是说我去干嘛去拿这份钱，现在这钱回来了还没有，但是都有实体的东西。你看，就是他也有这个问题。结婚之前吧，我们互相不管互相的钱嘛。结婚之后，就有一次我就发现他给他弟弟就是打钱，2000块钱嘛，不多，但是对我来说也不少。但是我一想，他工作了，他弟弟在上大学，就一个弟弟，打一下也无所谓。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每个月都打，就我觉得是我们错呀。那本来我父母对你不错吧？那怎么着？我相当于给我弟弟打生活费，不就孝敬我父母吗？当初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家条件确实也不怎么好嘛，然后当时他家给的彩礼，我按我们家那边的规矩是要全部给女方的父母的，就全部要给我爸妈的。我爸妈那边如果说我爸妈有儿子的话，是要留给儿子当彩礼的。但我爸妈当时对他很好，就1分钱没要，都给我赔回来。然后后来把家里仅剩余钱都给我当陪嫁了。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知道吧？那如果说你要给你家里打这1-2000块钱的话，那我也很乐意啊。我觉得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呀。那我把我钱也全给我家打，你我说的是全部嘛，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就1-2000块钱，这1-2000块钱他出去应酬一顿就1-2000块钱，我拿这应酬的一顿钱去给我弟打生活费，怎么了？我是觉得，就我们现在压力也大，也有很多要做的东西，我们现在也省钱，要攒钱，你不能说月你攒钱，你差这1-2000块钱嘛？他老上升问题，就一干嘛就说家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而言之，在财务上面，你们双方都没有形成一个要跟对方商量的意识，对吧？不管是男生动用彩礼钱也好，还是女生没有跟先生商量之后给弟弟打这2000块钱也好，我们可以先把它挂在这儿了。听明白了，财务问题反映出你们婚后的第一个问题，在家庭重大开支面前，双方不愿意商议。
好，我们再说其他的问题。就他这个人有点不尊重我。就当时我们工作跟生活不是一开始都在太原嘛，我所有的人脉，我所有的资源也在太原。但是呢，有一天他回去跟我说，哎，我带你去西安吧。我当时还挺乐呵，我心想他是不是带我去旅游呀？我很开心。我说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能放松一下了。结果呢，人家给我来了一句说我在西安租好房子，车票都买好了。他要带我去西安生活。我一听我不同意啊，我所有东西都在这边，我跟你去那边干嘛？怎么着？我结了婚就得为你赚是吗？然后人家又给我来，又给我扔了个炸弹。他跟我说，我这边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前台大人过来看过，人家后天就搬进来。他逼我走嘛。不是，我觉得这个也挺正常的吧。我们哪儿正常啊？就是我们刚结婚，我不能说自己一个人丢下他去什么吧。那让我就是，而且他做这个职业，在这儿发展也好，在那儿都一样的呀。怎么就一样了呀？你有在乎别人的事业方向吗？你有在乎别人愿意在哪里居住的意愿吗？你有在乎别人的住所愿不愿意出租出去吗？你心里头有对方吗？你尊重他人吗？这个事儿还真是折不过去了。你为啥不离婚呢？就我想着你刚结婚，你离婚，你这传出去刚结婚发现了这事儿，赶紧跑啊！后头还有事儿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我心想着那没办法，那我妥协呗，我就跟他去西安了。我去西安的时候，他不是刚租那家没有家电啥的嘛，我心想那咱们去买点家电啥，你肯定要买家电，要做攻略嘛，我不能说让人坑了吧，咱货比三家对不对？我做好攻略，他带我去了，然后人家导购小姐在他面前一凑，哎，先生你看这个挺好的，这那，他又听人家导购小姐，哎，就认为人家说的好，我在旁边拽他，我说咱不着急，咱就去另一家看一看。然后人家直接给我来一句，哪个女人头发上见识短，你懂什么？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好丢脸啊！新婚妻子啊，说话就头发上见识，很多人面直接就说我这样，不该。那是朋友的店，然后人家导购在那儿给说着呢，说着，他是一会儿在旁边就是满脸就不行，完事还说去别的家，关键他也不避人啊，他就当着人又不是聋子，当人面就这样说，我就觉得那你老婆也不是聋子，你当着所有人面侮辱你老婆，你让你老婆怎么办？那他也直接就甩脸走了，我当时也很下不来。我站那儿我去丢脸，去让人家笑话我去，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活该，我受着呗。哎，姑娘，你挑家电都知道货比三家做攻略，你嫁这男人怎么嫁得这么草率啊？就他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他恋爱前他多好一个人呀，我真的没看出来说大男子主义这些东西。恋爱前他跟我的聊天都是叫什么宝宝宝贝，然后他恋爱的时候他真的特别浪漫，比如说每次下班回家他会给我带小礼物，一束花一个小礼物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我就觉得很好。然后那段时间不是他特别忙嘛，当时我就闲得没事，我刷抖音，我刷到一个那个游乐园的视频，我刚给他看了，我以为他没放心上，结果他第二天就直接带我去了，我当时很感动，因为他那会儿是放下所有工作带我去的。我当时觉得，我说我真以为自己遇到真命天子了，就这种。然后结果你看他现在，就有一次我收工比较早嘛，然后我回家了。我回家我心想着家这么乱，我收拾一下吧。结果刚收拾好，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喂你在哪儿呢？他跟我说他在门口。我当时一听我还挺开心的，我去给他开门。结果一开门，门后站着乌泱一堆人，我一个不认识，人家直接进来了。当时我很生气，我说你干嘛之前你跟我打个招呼吧，怎么着我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我打算说拉他去卧室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驳他面子。然后我拉他去卧室，人家直接甩开我，给我来一句我们男人台上女人少管。我当时我能说什么？我自己灰溜抖回房间，我气得一晚上没睡着。就当时因为我带朋友回去了之后，他一直摆个臭脸，就是我朋友也不是傻子，都能感觉得出来。然后他非要拉着我。你是傻子吗？你要不是傻子的话，你怎么会回家之前不说一声？老婆如果穿着睡衣小吊带，一开门全是男人呢？对啊，老师说的就是在这儿啊。如果他想给你一个小惊喜，岂不是很尴尬吗？当时没有太多想，因为就是临时，就是我和朋友不是约一下，而且有事儿要谈。我一想，就是那就在家里合适，就直接去了。我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有个相处模式问题。女生说为什么婚前和婚后不一样？我现在听起来婚前婚后反而恰恰是一个人。你看在婚前啊，我觉得送你花很浪漫，我没有跟你商量，我带着花来了，这个行为是我们的关系我做主，对吧？我看到你刷了个游乐场，他也是以惊喜之名，完全靠自己来做主，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看他的前后行为是一致的，小到把人从外面带回自己家里做客，不通知自己的妻子，到去商场购物不与妻子商量，再到妻子的人生规划不尊重，直接把妻子带走，再到用你们的财物，你看他所有的行为他是一致的，只不过婚前以他为主的那个行为叫讨好，
对，你是一个获益者，而婚后的这个模式，你是一个受害者。我知道你们今天还准备了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聊天的记录，来我们看看。这都是之前的嘛？对，这是恋爱前，就消息都秒回啥的，现在特别敷衍。但我给他发个消息，可能隔1-2个小时才回，就敷衍到不行了已经。哦，明显冷了哈，这个能解释一下吗？你们交往多久结的婚啊？不，2年。女生以前没发现他这些问题吗？以前就是很殷勤，说实话真没有感觉到。他做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动过心念要离婚吗？动过。在什么事件的时候动过？就是刚结婚那会儿，他动我彩礼钱时候我动过。啊，后来其实这个行为是在升级的嘛，为什么反而没有了呢？我问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说你这刚结婚就离婚，然后到时候再结婚你就2婚，不大好了。来，我们这儿今天有大哥大姐，你们有过这个婚姻经历，来怎么看这事儿？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做事有点欠妥。要搁我不会这么干。我觉得那女孩岁数小，对婚姻没什么概念，她也不是很清楚。老公做出这么严重事儿，但是她还是忍让了。就至少她应该有一个态度，是吧？对，她应该有个态度。来，我们还有个硕士是吧？先说这事儿，你敢做吗？我不敢。然后说，因为我觉得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就是又需要男方又需要女方，然后相互扶持。然后男方确实这个有点大男子主义，我觉得有些事做的有点欠妥。我觉得就是婚姻和恋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2个现在也是处于在恋爱的时候嘛，就是2个人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就是多商量商量嘛，再做决定。徐总怎么看？其实男生一直没有变，他只是一点一点的显露的更加的毫无顾忌。女生啊，来之前就是想教育教育老公。现在经你们一说呢，这老公不行了，我得跑。成长是在什么过程当中啊？在痛苦当中成长。那也不能与狼共舞啊！哎，不是啊，我们这儿疼了，这烫我一下我就跑了，那边再烫我一下再跑，我始终就是在自己不能成长那个幼稚的阶段。不，你现在知道了，烧红的铁不能用手摸，这还得烫多少下才能学得会啊？沙袋打多了，你的抗击打能力就强了呀。所以说必须锻炼，必须咱们在这个关系里就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男生他本质不是坏，他是懒得去经营，懒得去真正掌控这个家，做一个真正的大男子汉。所以说啊，收起你那份所谓的自以为是，其实你啊混的也不怎么样。一开始是花的人家的钱，对吧？然后现在又去做一份工作，你现在做的也不见得如何。我看状态是自由职业者嘛，也不稳定了。所以说真正我们不说外部工作稳定状况也好，你先啊把家庭关系稳定了，收起你那点自以为是。有的时候我们弱者在外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存在感，就在家里去找，你就属于这种，好吗？收起那点那个自大自以为是，这婚断然不能离啊！怎么能是懒呢？我觉得后边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我还是很赞成，就是你在外面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很想在家里，在你的老婆面前，在一个依赖你的一个弱者面前去展现你所谓的男子汉的气概。但是你绝对不是懒，其实你是很计较的，而且你也是很有这个思想。这是懒吗？你在一个人都不知道这个马上第2天要到哪儿去的情况下，你就已经把房子做好了，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弄好了，对吧？你这个你把用他父母的彩礼钱，对，我并没有觉得就是彩礼这是必须的，我不赞同。但是你既然已经给了，那就是他父母的钱呀。你挪用人家父母的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人家2000块钱给弟弟又怎么了？你肯定不是懒，你心里步步为营。沙大老师，你就不说了，就把我虐过去了。不是你不是让他们就地解散了吗？就地解散。我在那个说一个感慨哈，这个感慨是我看的那个聊天，最早的时候恋爱的那一会儿，我脑子里就走神了，你知道吗，姑娘？我就想的是，我得每天把我的孩子们叫宝贝儿，叫心肝儿。我得让我的女儿们从小到大被心肝宝贝肉肉啊这一些肉麻的话给泡大，省得将来长大了以后好好一姑娘被白眼狼用个宝贝儿心肝就给轰走了。我跟你说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他觉得我把房子出租出去，我换一个城市不用跟你打招呼，没什么呀，有什么？
这就最可怕了。因为这事儿在他这儿构不成任何的让他觉得这事儿很严重的问题，那有几点可能性。我们往轻了说，他眼里没你，心里没你，压根儿不害怕你。那说白了，不就是不爱你吗？那往大了说是什么？如果这事儿往大了说，你不知道睡在你枕边的这个人，他每天在想什么，他在计划什么，他的计划里面任何的一丝一毫的风声都没有透给你。你会突然一回身发现，我的身边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觉得这事儿可怕吗？这么可怕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让你引起警醒的话，姑娘，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你也不觉得这事儿它很严重、很危险的话，那我觉得你大概率你接下来碰到的还是这样的人。我想替男生说几句啊，就是他可能在婚姻家庭的认知层面出现了问题。我谈的是认知问题，就是可能在你接受到的你家庭的传统模式里，包括女生接受到的教育，让你对此事的严重性没有任何的认知。我不认为你是故意，我是认为你认知出了偏差了。可能在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你就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正常的逻辑，这个男生是一步一步把家里的所有权全掏空了。但是男生脑海里面可能在想这个钱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我帮你做一个心理推论，我不知道我推的对不对。我没有啊，这不是我爸妈的钱吗？给你的嫁妆吗？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吗？这就是我们婚后一起可以拿来生活的吗？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有这方面完事儿，还有就是我不是拿这个钱去给自己花了，也不是玩了，我就是做生意是为了咱俩。好，这就是我说的认知。如果说这是个认知问题，后面的认知问题我都可以这么去视同。在你家你父母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小时候我没有怎么跟家里生活在一起。你在哪儿生活？跟那个就是我姥姥姥爷。姥姥姥爷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我姥姥比较听我姥爷的，所以在你的这个生活习得当中其实是缺课程。我是认为他是在认知上出现了偏差，至少你要有一点非常清晰和肯定，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动用彩礼的问题上，一个是不跟伴侣商量的前提下决定了别人的命运和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命运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你错得很离谱，偏差很大。先冷静下来，我知道对你们俩来说，冲击老师们今天的话，就是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可能在你们上台开始讲述的时候，你们都没觉得问题有那么的严重，但是事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两个问题都是原则。是的，对。甚至我觉得它的冲击不亚于一个人的出轨和背叛。对。先坐下来歇一歇，静静在那儿思考一下，好吗？谢谢两位，来，请回。